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5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李宁在夏天的新品发布会里面提到了，他们会推出一系列的 Ultra 版本篮球鞋，而在808 Ultra 之后，第一双迎来升级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一双音速10 Ultra。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先来给它的外观打个分吧。这一双鞋你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我手上这个是一个白色的配色，特别的干净，如果被踩一脚，那真的是噩梦一般的存在。整体在外观方面跟普通版本的音速10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而且普通版本的音速10还有像樱花这样让人光就是冲着这一个配色就想要购买这个鞋款的配色方案。Ultra 版本至今推出的这几个配色好像都还挺普通的。而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它在外观方面最吸睛的地方就是它后跟处的这一块 TPU 键，这一种电镀质感的颜色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这一双鞋身上的一个点睛之笔，看上去有点像贝母的光泽，在不同的角度下会有不同的色彩，直接拉高了整一双鞋的质感。而在实战方面，它跟普通版的区别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没有小米手机的 Ultra 版本来得到位。那我今天就来讲讲它在哪些方面有所加强。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具体是怎么样的，可以去看看我之前那一期对于普通版本的讲解视频，里面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的了。首先第一点提升在中底方面的提升，中底从原来的全掌 Light Foam 加上前掌内嵌式的泵改为了现在全掌的泵。之前的普通版它的整体缓震表现是比较糟糕的，虽然后跟的厚度不算薄，但是无奈中底的 Light Foam 实在是太硬，在实战的过程中还是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震脚感。而这一次的 Ultra 版本直接把中底升级为了全掌的泵，缓震方面的不足直接一下就给解决了。缓震表现是没得说的，在保证了前掌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同时，缓震也直接拉到了一个顶级的水准。它的中底缓震表现绝对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不管是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都没得说。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完全感觉不到丝毫的震脚感。第二点提升也来自于它的中底，不过提升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如果你看过我对于普通版本的那一期测评的话，你应该知道音速10的普通版在后跟的稳定性方面会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在后跟处，它的中间位置有着明显的凸起，中间位置是要比两侧高的，后掌的稳定性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脚踝力量的考验是比较大的。而这一次把中底的材料改为了全掌泵之后，当你穿这一双鞋在使用后跟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因为中底的缓震材料更软，所以它的中底形变会比普通版本更大一些。踩下去之后，它的中底会马上产生形变，这样它的大底就会马上贴合住地面，在稳定性方面会有一定的提升。第三点就是它在包裹体验方面的提升，鞋面使用了李宁自家最新的这个泵丝鞋面加上热熔材料的组合，鞋面强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在普通版身上不太能够让人满意的鞋面舒适度，在 Ultra 版本上面也有着明显的提升。球鞋的内部填充有着明显的加厚，热熔材料的覆盖面积也有着大幅度的下降，更多的使用的是泵丝的鞋面，在跑动弯折的时候没有了那一种鞋面硌脚的感觉。不过这一双鞋用的这一个泵丝鞋面啊，我觉得好像跟杰比1身上的泵丝不太一样。音速10 Ultra 上面线条会明显要粗一点，而杰比1身上搭载的则会明显的要轻薄一点，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一双鞋的鞋面是明显要比杰比1身上的更硬一点的，我还是更加喜欢杰比1身上搭载的那个泵丝鞋面。这双 Ultra 版本相对于普通版本的提升就是这3个点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它的不足和它的缺陷。首先第一个还是它后跟的稳定性，虽然确实有所提升，但是依旧还是会略微有一些欠缺。在实战的过程中，还是会感觉到它后跟处的稳定性不是特别的牢靠。所以脚踝力量不好的朋友们，我依旧不推荐你们购买这一个鞋款，不管是普通版还是 Ultra 版本，我都不推荐你们购买。
第二点就是这一双鞋的中底龙骨落差，球鞋的前后掌高度差是有点偏大的，估计龙骨落差在1厘米甚至以上。这一双鞋穿在脚上会有明显的前低后高的感觉，后跟的高度非常高，有点穿高跟鞋的感觉，你敢信吗？中底龙骨落差过高的篮球鞋，其实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都是不太理想的，跑动的感觉并不是特别好。整体在实战的过程中，中底的滚动感表现不能让我满意，打全场的时候体验并不是很好。这一双鞋的整体体验比普通版确实要好那么一点，但是提升并不大。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依旧有所欠缺，并且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是有点糟糕的，整体穿在脚上的实战体验就挺一般的，好吧？虽然这一双鞋也属于 Ultra 系列，但是跟808 Ultra 一样，也是属于一双配置方面给你提升了，但是实际的体验并没有配置方面或者是发售价方面提升大的一个鞋款。现在这一双鞋的价格，我觉得是并没有什么购买价值的。如果能够跌到400左右，就冲它的配置和它的外观，我觉得也是值的。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一双鞋比较详细一些的实战表现，你可以再去结合看看我之前那一期普通版的测评。除了今天这一期视频里面我说过的一些变化之外，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想要了解的就去看一下那一期视频，好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